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，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。这青葱郁郁从前，苍茫时刻，人心最难。有人出列，有人出现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使然。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，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你们慢慢吃啊！谢谢，你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来，请允许我先以水代水，敬大家一杯。我呢，来执行局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惹的麻烦不少。我先给大家道个歉，尤其是楚庭长，我得真诚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都在水里了，我先干为敬。齐法官，你先别喝，坐下。啊，干啥？我们执行二庭一直以来结案率都很高，但投诉率也很高，案结事了一直是我们对工作的要求。因为经常收到投诉，有的时候我也会用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来宽慰我自己，但这可能是我之前工作上最大的失误。你来了，改变了这个局面。我现在想说的是，执行局有史以来，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联合起来送锦旗，这是第一次。齐法官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有原则、有温度的执法。这不仅扩大了案结事了的内涵，还融洽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。齐法官，你给我上了一课。我希望，从今以后我们执行二庭的每一个人，都要向齐法官学习。所以今天的第一杯，我们一起敬齐法官。哎，别，楚庭长，不至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会了。来，我们以水代水，敬齐法官。我们先干为敬。你到底搬不搬？你让邻居们看看啊，有你这样的吗？这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腾出来？你可别耍无赖啊！不搬不行。是啊，你今天必须搬。我就不搬，董明白的房子你们找他去，他还欠我钱呢。不是，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
董明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们了，你一直赖在这儿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各位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兰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董明真把房子卖了？我不知道呀，他人跑了，一直联系不上，他把所有值钱东西都拿走了。行，别着急。各位，购房合同你们有吗？我还真带了。复印件。这房子卖了好几个月了。是啊，董明把这房子过户给我，说还想在这儿住。我说那就租呗，月租15000，结果到现在欠了2个月的房租，人还联系不上了。租房合同有吗？有，我今天还全带了，要什么我有什么。这位先生，这租房合同上写的是租2年，押1付3，这才过了半年。可他没交租金啊！哎，你别着急，照理说这事儿你们应该找董明，我妹妹也是被董明给骗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继续履行租约。怎么履行啊？我转你9万，一次性付满半年房租，我表妹接着住。行。受害人任雪，女，22岁，青港艺术学院附中舞蹈老师。被告刘泽光，男，25岁，无业。4月10日凌晨3点，被告刘泽光驾驶玛莎拉蒂牌小轿车，因闯红灯将受害人任雪撞伤，导致受害人5级伤残。经公安交通部门认定，驾驶人刘泽光负全部责任。本院判决后，需赔偿受害人任雪各类费用总计90.2万元。被告刘泽光在支付了受害人第一笔手术治疗费12.4万以后，剩下的赔偿金至今还未支付。受害人任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此案由我们执行2厅负责。刘泽光车祸案由麒麟负责执行，叶璇配合。好。有2点我需要补充一下，由于刘泽光未支付剩余赔偿金，已经严重影响到申请人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训练。申请人现在24小时需要人陪护，保姆费、营养费等每个月的开销巨大。还有个情况，青艺附中舞蹈班的师生已经2次给法院写信，呼吁对刘泽光车祸案尽快执行。他们认为，刘家有庞大的家族企业，又是开玛莎拉蒂撞的人，很张扬，很恶劣。他们不是赔不起，而是不想赔。为父不仁，我最讨厌这样的无赖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坚决要求参加对刘泽光车祸案的执行。你还有其他工作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董明把我的钱骗去填他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窟窿了，我还给他做了担保。继续说。我把钱给了他，我那美容院的现金流就不行了。他说有渠道，能给我进一批特价产品，我就信了他。可谁知道，顾客用了那些产品以后，毁了容，结果把我给告了。天哪，这是乱的！你现在还欠多少钱？要不我先给你垫上，
先把眼前难关过了。1000多万。1000多万？哦，光赔偿金就800多万呢。哎呀！ 兰兰，你既然帮董明做了担保，那你在承担他债务的同时，也应该承接他的债权呐。你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，不就够还债了？他那破厂子早就卖给启伦集团了。卖给启伦集团了？要债的逼得紧，1010万就给卖了。啊！兰兰，你知道吗？这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是全京港仅剩的风水宝地，全地产界都知道这块地有多难买。你们竟然1010万就卖了？以前董明也这么说，结果这不开发2次也没成，到现在地价也没涨啊。那如果这一次开发是真的呢？那就叫命里没有莫强求。他董明啊，就没那发财的命。 刘春儿，你躲什么躲呀？儿子事你到底管不管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管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是不是逼着我跟你离婚呢？结婚戒指呢？咱们的结婚戒指呢？你给卖了吧？ 你的股票基金也卖了吧？你名下的房子呢？是不是也卖了？张阳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来逼我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算一算，你往这个大空里扔了多少钱了你？我是他妈，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？怎么管啊？怎么管呀？管了他长记性了没有啊？ 老刘，咱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是他不懂事儿。你看，你这不是已经给他教训了吗？他说了，只要你再帮他一次，他一定会改。算了吧你，你自己编的这些鬼话，你自己信不信啊？啊？张燕，我告诉你，你儿子的事情我不会管的。 上人手！别动啊！给我点经验。外卖到了。啊，买卖。啊。外卖到了。来了来了。 谢谢啊。哎，对。哎，老妈，老家伙怎么说？你爸还是不想管，我还在给他做工作呢。人在哪儿呢？你赶紧过来呀！我不去，他不管我还去个什么劲儿啊？你跟他说，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他这个爹，我不认他。光哥。 要不还是去一趟吧。有你的。妈，您回去吧。回去啊，烦得很。我还是在这陪小雪吧。 您都陪4天了，你也不能不睡觉啊！你怕我扛不住啊？我还怕你扛不住呢。你还要上班呢，不能不休息啊。刚才小雪醒了，我问她还疼不疼，她说好多了。
孩子懂事儿。除了那台玛莎拉蒂，刘泽光的名下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吗？目前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，而且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都欠款逾期，个人征信很差，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线索了。他电话已经停机1个多月了，联系不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上车吧。先生您好，请问你们找哪位？先生，哎，各位经理，今年的市场环境很难，虽然大家都非常努力，但离我们的业绩目标还差得很远。你们找谁呀？刘川，刘总是吧？幸会。没看见我正在开会呢吗？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到楼下休息室等我。3位这边请。跟你没关系，别往上凑。等会儿出点什么事儿，你可收不了场。起来。刘泽光在哪？不瞒你说，我也在找他。这亲爹都找不着，不好办呢。那也好，今天你这人多，你当着大家的面儿给我评评理啊。刘泽光啊，这是刘总的公子。3月份的时候呢，在我这借了点钱，说6月份还，到现在是1毛钱也没还，人还失联了。当然了，我是不怕他赖账了，毕竟这川河物流那么大的公司摆在这儿呢，是吧，刘总？刘泽光欠你的钱，你应该去找他呀。这父债子偿，那子债也应该父偿。你要是跟你儿子一样在这跟我耍混蛋，是不是有点太不拿我们当回事儿了？啊！我们今天既然来了，你今天就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。你要是不想解决，你川河物流算办到头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找谁？刘川。楼上。欠你多少钱啊？早这么说不完了吗？3月份的时候借了我40万，现在连本带利还我113万就行。你们这是高利贷呀？高吗？我不觉得高。他当时可是说这是救命的钱，我觉得刘公子一条命不止这100来万吧。今天这个钱，你是还也得还，不还也得还。收高利贷的现在都那么高调的吗？是啊。行啊，刘总，法院的都请来了。记住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
先不着急走。宇川，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我叫麒麟。请问你现在需要报警吗？不用。法官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哪位？我是他老婆。你是刘泽光的母亲？是，我是他母亲。正好，二位都在。刘泽光车祸案的判决，你清楚吗？清楚。但是我不打算替他赔付。不违法吧？不违法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。今天呢，我们过来是跟你沟通的。如果我们查出刘泽光有转移财产的行为，他有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我知道。刘川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313条。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老刘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帮帮小光，你不能眼看着儿子坐牢吧？秦法官。我想好了，这笔钱啊，我不替他还。这个刘泽光啊，他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对吧？刘川儿，闭嘴！还有一件事啊，刘泽光呢，手机停机了，现在处于失联状态。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我和他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。哦，还有啊，秦法官，我希望啊，以后刘泽光的事儿啊，你们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啊。啊，今天就这样吧，谢谢。打扰了。刘川儿，你心也太狠了你！你不怕儿子坐牢吗？你不怕你追着人把男人打死吗？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小光就是坐牢，也是你要负责。刚刚给那人打死，也是你惯的。严安阳已经查了刘川和张燕的通话记录。刘川在这3个月里没有和刘泽光有任何联系，但张燕是从1个月前不再和刘泽光通话的。可他近1个月和一个叫孙欣欣的人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联系。盯住张燕，找到孙欣欣就能找到刘泽光。明白。如果他们年底之前没有什么起色的话，向我汇报。好，明白。那董事会呢？我来解决。你先忙吧。好。沈处长，请坐。董明找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陈总，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给工人结工资？他们现在又开始闹事儿了，
政府的压力很大，楚市长因为这个事儿也是大发雷霆。哎呦，你说为了这件事情，让楚市长都发火了，确实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。您放心，昨天我们连夜开会做出了决定。虽然我们都是让这个董明给骗了，但是我们启伦集团一定会担负起社会责任，替政府排忧解难。中安村1081，八百本事劝不动你吧，你也别怪我。明天我就把车卖了，能顶多少是多少，先还上一部分，争取一个好的态度。行，我跟我二手车那边的朋友联系好，说你那个奥迪 Q5还能卖个17万，回头我给你发个定位，你把车直接就开过去，他们就把钱给我转回来。你早就联系好了，那不早晚的事儿吗？行，我告诉你啊，方言刚才找过你爸了。小光，你告诉妈，你没有转移资产吧？妈，老东西这几年防贼一样防着我，我有资产吗？以前在他那儿，我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，后来班都不让我上了，我都没工资，我哪来资产啊？我倒是想转移了，我上哪儿转移去？拿什么转移啊？我跟你们打了多少次电话了，你们总说能解决能解决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你倒是解决呀！当时就是怕我们把事情闹大，所以才随口糊弄我们的吧。现在董明也找不着了，我们找你们法院，你们也说没钱，你们让踢皮球，让不让人活了？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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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一下，听我说，哎，都先听我说一句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是这样。按约定啊，这第2笔款应该由启伦集团呢把款打到我们法院的案款专用账户上来。可是至今为止，我们法院没有收到啊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们真不知道。不过请大家伙放心啊，刚才我也跟你们介绍了，我是咱们法院执行局局长，我叫周磊，我来保证这件事情，我们法院肯定会负责到底。好不好？哎，这种话我们听得太多了，哎，全是骗人的。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闹不了了之是吧？今天不解决，我们不走了，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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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总，穆律师，坐，快请坐。陈总，时间紧迫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至今没有收到启伦集团的第2笔款，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呢？哦，这第2笔款我打给董明了呀。为什么不按照约定把这笔钱打到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呢？董明找我闹了好几次，说他有急用，求我帮帮他，他也确实难，我就答应他了。陈总。既然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，那么当然有义务承担他们所有的债权债务。你们应该妥善解决好工人欠薪的问题。当初我们和董明是谈好了的，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所有的债权债务都包含在这1010万的收购总额当中，这在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约定。可是董明现在处于失联状态，所以我们才请陈总过来协商。现在讨薪的工人就在第2谈话室闹着呢，我们不想事态扩大。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，那对启伦集团也是有影响的。希望你们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。董明拖欠工人的工资具体数目是多少啊？132万7千。我付。什么？你说的对，启伦集团应该承担社会责任，这笔钱我付。
那实在太好了，我代表法院感谢您。我想那些讨薪的工人们也会感谢您的。陈总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陈总，补偿工资的事您事先没告知我。不谈这事儿。如果董明永远找不到，那这笔钱就有可能追不回来了，相当于您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花了132万7千。1个小时以后，财务总监会把现金送过来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。您放心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还有点过程时间。耐心一点，1个小时，钱肯定送到。我们会快出案款收据，凭收据找到董明之后，你们可以向他追索这笔钱。我懂。谢谢你。这件事情能办成，我相信你在里面一定做了很多工作，那些工人们也会感激你的。谢谢。工人能拿到工资，我也很开心。下一个。谢谢法官。不客气。你要抽一台。请签字。谢谢。谢谢。下一个。不客气。下一个。不客气。谢谢。下一个。直升机牛啊！请签字。谢谢。下一个。不客气。谢谢。下一个。谢谢法官。不客气。请签字。谢谢。下一个。谢谢法官。不客气。徐法官，怎么样？中安村1081号，张燕进去后就一直没出来，还有那栋房子有前后2个门。奶奶，我现在回不去，我给小光哥送东西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就回去了啊。有人在吗？我们是法院的。张燕女士，我们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麻烦你开一下门。张燕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。我们现在怀疑你藏匿对执行人刘泽光，麻烦你配合开门。妈，你不会是从我爸那直接过来的吧？当然了。你真行啊！早知道我还费什么劲儿啊！我还不如住家里让他们来抓我呢。小点声音。张燕，如果你再不开门，我们就要强行破门了。我知道你们是谁呀，我才不会开门呢。我儿子不在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敲门，我就报警。你先顶上啊！你干什么去？我跑！别动！去哪儿啊？赶紧往那儿跑啊！别跑，没回来！去哪儿？没想跑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！你们这私闯民宅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告你们去！谁要报警我？这是搜查令，你不要激动。被执行人刘泽光，我们是青冈市法院执行局法官，先向你了解你有无赔偿意愿。如果你继续恶意失联，法院不排除实施强制执行。法官啊，我不是恶意失联，我是有抑郁症。我现在一听电话我就抑郁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开手机嘛。还有，我当然是有意要赔偿的，
可是我现在根本就没钱，我一没工作，二没收入，三没存款。说实话，不怕你们笑话，我现在吃饭都是一个问题。我是靠我朋友他们几个救济我才勉强活过来的。你们说，我怎么赔？怎么赔嘛？哦，难不成我还得一命顶一命吗？再说了，那个被撞的任雪他不还没死吗？就算偿命，现在也不是时候啊。年纪轻轻的，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。我们对你的基本情况已经掌握了。你说你什么财产都没有，情况不属实。至少你那辆肇事的玛莎拉蒂，现在市场估值不低，逃避不是办法。您不说这事儿我还忘了，没了，车没了，玛莎拉蒂没了。别乱动！我没乱动，我拿东西。车撞太狠了，报废了。这是报废单。原来是早有准备啊，我还是低估你了。刘泽光，你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，我们现在对你实施拘留。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车报废抓我干什么呀？坐开。来看清楚啊，这个单子上写的是5月31号，时间是在法院判决之后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叶璇，你告诉他。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114条规定，及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8条，在法律文书发生效力后，转移、变卖、毁损财产，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，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；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听懂了吧？带走。走吧，走，妈，别动，张燕女士，如果你再继续妨碍我们执行公务，我们同样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带走。好，走，妈，快给老头打电话，让他救我妈。走，妈，儿子，你别跑，妈跟你说，不要跑。冷静。我们已经全额付款买下了永康，这额外支付的132万7的工资款，怎么入账啊？这是财务总监的事儿。你想跟我说这130多万不该花是吧？做企业不是办慈善，这话是您教我的。对，做企业就是要讲求利益。那你想过没有？我为什么要去支付永康脱险工人的工资啊？那是给沈四方面子。但我为什么要给沈四方面子？那是为了给楚市长面子。你别忘了，沈四方可是楚市长的前任大秘，而给了楚市长面子，我们就是配合了政府工作，完成了政府任务。这晨光广场没有政府支持成吗？那你现在告诉我，这132万7花的值吗？看看这块地方怎么样？挺好，就是离市区远了点儿。现在青冈市里的太乱了，我就想找个耳根子清静的地方。啊，这天湖啊，我租了15年。接着说，刘泽光在川河物流上班的时候就是个闲职，张燕说是为了把他放在他爸眼皮子底下好看着他，才安排他去上班的。但不到半年时间，他就被开除了。刘川开除刘泽光，老子开除儿子。
据传闻，是因为刘泽光总是在上班的时间打游戏，影响不好，所以刘川才开除了他。那其他的情况呢？这几年刘泽光的账户每年都会有几百万的进账。我们通过反向查询了解到，从2018年开始，张燕每年都会卖一套房子，钱全部转给刘泽光。一套房子好几百万，他一年能花了这么多钱？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疑点。刘泽光一年要花出去几百万，照常理说，至少他会留下手表、钻石、名车或者其他的奢侈品。可是我们查过之后发现，他什么都没有留下，这不正常。你是不是怀疑他？我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了尿检，阴性，他没有吸毒，而且我联系过公安机关，他也没有吸毒史。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有2个突破点。第一呢，刘泽光现在住的那个房子，不是他自己租的，租房人的姓名叫孙欣欣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孙欣欣跟刘泽光到底是什么关系。第二，那就是那台车，那台肇事的玛莎拉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谁都没见过，必须要找到那台车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嘛。车的方面，欧阳露露在行，让他参与这个案子。张总，您别急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找刘川，刘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电话关机，人不回家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呢？你玩消失是不是呀？你儿子你还管不管了？你给我出来！张总，这刘总确实不在这儿，他走的时候交代，让您别找他。什么？刘总，今儿城里啊真有事儿，我得回去的。钥匙啊，给你放这儿，你爱住多久住多久。走的时候呢，帮我把门锁上。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久违的、失语的、热闹的、不安的憧憬着，落水的、抢救的、奖励的、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、安静着、吵闹着、混沌着、崩溃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，破坏着，都无力面对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坚毅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坚韧的，百折不挠，照亮你。卑鄙的、懦弱的、复杂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，破坏着，都无法抵挡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高尚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前行着、百折不挠，照亮你。